个快速版的教程，这样方便大家去查看学习啊。今天的教程跟之前又有一点点就是进阶，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。我也会把所有这个操作里面的详细手法角度给大家看清楚一点。然后用到的呢是一个纸托，还有咱们的光疗延长胶，用光疗胶啊，不能用其他的胶。然后假面护壳，我先去给它涂一层护甲练习剂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涂啊，也可以不涂，涂护甲练习剂保护本甲，保护一下本甲，然后方便我们待会儿给这个模特去拆卸。这个护甲练习剂，然后咱一边亮一边跟大家去说啊，这个前置该做，我就不再去详细的解说。也就是说，做好干净的俄式前置处理之后，我们才能去操作这一步，做出来的纸托光疗延长它才好看啊，才好看。这个薄涂就行。涂好，稍微晾干一会儿，然后来给大家说这个纸托的问题。来，你稍微一往后。纸托现在的市面上纸托非常多，然后像这种吧，它就属于偏硬质地的，所以说大家在塑形的时候可能会好操作，但是尽量买那种粘性要大一点的。像马蹄型纸托呢，它质地比较软，但是那种纸托说实话，就是粘性会差，你在手上你手不干净的话，捏几下，捏上几下之后，它可能底部就没有那么粘。所以说这个是有粘是好事啊，是好事。然后像这种的比较硬，我一般说这个可用可不用。如果比较软的，大家就需要把这个东西，背对背贴在它的反面啊，贴在它的反面。可贴可不贴，这个纸托是不用贴的，我只是给大家去示例。贴好之后，咱拿一支这个细一点的笔，一定要细。这个具体用粗的笔还是细的笔？你看，比如说这支笔，它的粗度是这样的，我们再去沿着中心点去给它进行，先去简单把纸托塑个形。塑好形之后，你看它弧度不就这么宽了吗？但是你拿到顾客的手，他的指甲可能是小指甲，可能是大的。小指甲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熊棒，再细一点的，比这个稍微粗一点的笔，或者说是咱们的这个，对吧？都可以啊，不用非去买个啥，就这些东西都能用。只要找好中间点，根据找好指甲的一个弧度，我们先把纸托进行塑形处理。塑形好了之后，你看现在弧度数比刚才就要小了，这样方便大家待会儿卡纸托、带纸托。然后用到那一把小剪刀，然后咱先把后缘的地方给它剪开。然后，如果两边大家觉得这两个比较碍事儿的情况下，是可以从这个位置，比如说1、2、3，在3的这边，我就给它横着剪一刀，对面剪一刀，也可以不剪啊，也可剪可不剪。我呢，先把它剪一下，大家正好去看一下怎么去操作。如果不剪的话，能不能行？可以的，是一样的。注意左右对称。因为有的纸托就是你们用到的那个纸托，如果特别长的，宝子们，如果是特别长的，就加长型的，一定记得剪一剪，好吧？然后这种短的可剪可不剪啊，来稍微糊一下弧度，然后咱就可以给它撕下来了。当然了，大家也可以撕下来之后再去修剪，好不好？纸托拿下来之后，把后缘两端咱往外折一下，防止总是沾到肉，影响我们去进行佩戴。然后这个时候来看啊，注意看，两个食指是捏住纸托的下方，注意是食指，就是这俩手指头。那么因为有些课学员教的时候，食指它也不好找不好，然后弧度往里去，大拇指在这儿，大拇指可以上下走的，到这个地方去给它捏一捏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样下面和上面就可以分开，我们戴纸托就不影响。就是说如果剪开的话，看到没有？但如果不剪的话，它是就整个这样的啊，就整个就是这样的。还是捏一下中间的弧度，来握你的手，来看卡纸托。我们再卡进去，不要直接平着往里进啊，因为指甲有弧度。你说咱们做了一遍的形状，你再平着去戴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在戴纸托的时候，你好可以先把一边卡好，然后往里这么一弯。这个手如果顾客比较爱动的，你可以拿这个中指，看到没有？中指去扶它一下，或者说其他的手指去扶一扶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要悬空。你看我在碰它的时候，它自己都不知道上哪儿去，咱们怎么能卡紧呢？所以说来看卡纸托啊。来这边卡进去，然后这边弧度糊起来，再往里去进。它这个因为做过这个文甲建构，所以说不太好佩戴。正常的指甲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是比较好佩戴的啊。你看这不就卡进去，也就是说再看一遍，把一边戴进去，戴好之后捏一下，看拇指往中间去挤压，挤到中间那个弧度来，左边固定住，右边，或者说你先把左右进去，然后中间捏。弧度胖起来，只要保证什么呢 ？AB 点牢固度 ，AB 点牢固度，中心线。然后注意看，戴好之后，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大拇指按住这两端，按一下，它这个时候就粘紧了。但是我们不能用力扯食指啊，需要这样按住，然后松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去松手就可以了。再看一次啊，再看一次，来扶好。
边卡进去，这边卡进去，往中间弧度弧起来，往上要顶一顶，一定要它的微笑线卡紧。那个，如果理论点不懂的同学，记得去看搜那个直接看直播课啊。如果说是理论点都懂了，知道注意点在哪儿了，看这个录播课就可以。看到没有？就是刚刚松手拿下来就可以。这个时候他的手指因为粘性大，所以是比较能卡紧，已经卡紧了。接下来同学们来看怎么操作呢？我们两边来伸一下，伸直啊！来两边，你看我们记住中心点，绕好手指中心线，来待好。卡紧，这个时候其实不要松手去干别的。我们在松手之后，我给你们演示可以，但是大家的话最好是把这个手拿到这边去，或者是从上面过来，然后把下面这不是剪开了吗？把前端的这个地方去给它贴对称，记住啊，是贴对称啊。看到没有？贴的时候我们先去捏，不要管这个地方，只要你这儿感觉松的，你可以拿手扶一下；不松的，直接把前面这样。哎，你看我这么去捏就可以。捏好这儿之后，我一般会按住这儿啊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往上抬的动作，放大看一下，就是卡进去。本来指托可能稍微留了一点点缝，但是我们在这种，你看这儿为什么要把它翘起来，就有时候会粘手。把这固定住，千万要固定住。这儿固定好了之后，来。往上捏紧这儿之后，这么有个往上抬的动作，把这个前缘跟指甲底部弧度给它完全贴合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手可以往后扯，这边往上提，比如说一手往后扯，一手往上提，而且前缘我们要观察，一定要左右对称，不能是捏出来是歪的，不然我们做出来这个弧度也是歪的啊，好了，再来看，这儿确定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。先把下面看这儿给它捏紧，捏紧好了之后，同样还是往里推着往上顶，往里推着往上去顶，顶到哪儿呢？你要把它手指里不是有肉吗？咱把这个肉全部给它捏起来。这个时候它怎么甩都甩不掉。顾客去操作啥呀，咱就不怕。就很多同学带的指头它不紧，带着，过一会儿自己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基本你要说咱去这个前缘啊，我还得给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找好，因为他手指有点歪斜，所以我在找中心线的时候有点往左边去倾斜了一点点，能看出来吧？他的手指不动的话是往右边走的，所以我会给他去往回矫正一下。另外捏指尖，咱指尖不是要成水滴状吗？来反过手来看看，拨起来，对吧？成水滴状，那么这个水滴越宽，我们一般来说方形甲会宽一点，但是要做尖形或者水滴，我们会适当的再往里去收，看到没有？比如说看这个弧度啊，弧度我瘦一点，前缘越瘦，我可能会瘦的特别瘦，像那种特别长的指甲钳，它可能直接就粘起来了，很小了。但是像你们要做梯形或者方形的话，前缘千万不要做的特别的瘦，哪怕胖了可以给它捏小，但也不要一次性捏太瘦啊。我要反过来去做，我反手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。然后我们一般捏好这儿之后，来后端固定好了，慢慢的咱开始往中间去收，看到没有？前面收的越小，然后整个这个形状。它前端是不是就越瘦？然后想要芭蕾，就出来了。想要方形的，我们待会儿铺到这儿。其实只要就是差不多留一个大水滴，这就可以啊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带指托的一种方法，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种怎么去铺胶啊。